为了替父还债，他被迫卖身。富商用500英镑买了她3个夜晚，只有成功怀孕才能拿到这笔钱。Will you do it? Of course. Why else am I here? 她像宠物狗一样被主人审视着，富商毫不掩饰地进行着基因筛选。Turn around. All the way. 苏菲的目光里含着些许羞耻与不甘，将自己的身高和体重一一说出，而屏风后的男人则反复盘问 Ask her what the money's for. The father's in debt, it seems. Does she have any other income, any other way of making money? I could sell myself for life. Have you ever done anything like this before? No, never. Shall I look further? No, this is the one. 苏菲遵循约定来到一处僻静的旅馆，路人投来的视线仿佛在唾骂她不知廉耻。她忐忑不安地上楼推开房门，里面并非预想中的中年油腻男，而是一位举止优雅的贵族绅士。看样子他反倒比苏菲还要局促不安。 Are we to meet this evening? Yes. We only have 3 evenings. 苏菲小心翼翼地站在床边，一件一件褪下身上的衣服。她只想快点结束这场交易。威廉不由自主地往嘴里灌着酒，仿佛心底有着难以言说的苦楚。第一场交易开始，两人谁都没有说话。苏菲生硬地侧过身，背对威廉，任由对方做完该做的事。泪水不自觉地从眼角滚落，她满心不甘。两人初次相见便这般亲昵，有紧张，有羞耻，更有屈辱。那份坚强与隐忍汇聚成一滴泪珠，诉说着一切。交易结束后，苏菲系紧衣扣，回头若有所思地望了一眼，随即决绝地走出房间。威廉心中满是愧疚，若不是被家族所迫，他绝不会这般亵渎一个女孩。 You think what we're doing is wrong? You at least are doing it for someone else. I too have a duty to someone else. 原来威廉的妻子因为坠马变成了植物人，他本想陪伴妻子一生，但公爵父亲却强迫他为家族延续子嗣。威廉无可奈何，只能出此下策。 Then, sir, since neither of us are here for our own pleasure, perhaps what we do isn't so very wrong. 经过一番交谈，苏菲竟对威廉莫名生出一丝兴趣，而威廉也不由自主地对她动了好感。第二场交易开始，苏菲察觉到自己已经对威廉动了情，她悄悄淌下泪来，喃喃自语道 I don't want to know your name. I don't want to know anything about you. 苏菲的内心在激烈挣扎，她其实渴望知晓威廉的一切，但威廉出于对妻子的责任，时刻提醒着自己必须保持冷静。可情感的缠绕与内心的拉扯，终究让他渐渐松动了曾经固守的信条。不久后，他找到了在海边独处的苏菲，随着交谈渐深，两人间的距离又被悄然拉近。他在他的鼓励下敞开心扉，用羞涩的呼喊释放出潜藏的压抑。在这微妙的氛围中，两人仿佛找到了难以名状的默契。只是与恋人不同，他们之间始终横亘着无法逾越的隔阂。若说第一晚是生涩的，那么第二晚则是试探的交融，到了第3晚便是彻底的释放。然而刚刚建立的好感，转瞬间便被冰冷的现实击得粉碎。天一亮，苏菲就被送上了离别的船只。纵然两人都清楚这3日的实质，却还是无可避免地坠入了情感的漩涡。苏菲带着浅浅的愁绪送别威廉，将自己悄然萌发的情愫藏进了无人知晓的心底。时光飞逝，转眼便是10个月。苏菲顺利生下一个健康的女婴，可她还没来得及好好看看女儿，孩子就被仆人强行抱走。苏菲强作镇定，仿佛什么都没发生。然而母亲对孩子那份与生俱来的牵绊，终究让她难以释怀。自此以后的7年里，苏菲对女儿的思念从未断绝。每逢女儿生辰的时候，她总会在日记本上画一幅画当作祝福。那些素净又美丽的油彩画，每一笔都饱含着对女儿深切的惦念。她对女儿的牵挂始终如星火般跳跃，这股星火伴着时光的沉淀愈发炽热。只要星火不灭，她与女儿之间的距离便也不再遥远。为了寻觅女儿，苏菲以家庭教师的身份辗转于英国贵族府邸之间。终于在一个寒冬，她打探到了女儿的踪迹。恰巧此时的威廉正在为女儿招聘家庭教师，曾经当过老师的苏菲正好可以借此接近女儿。从佣人那里，她得知这家的小姐莎拉性情骄纵，除了父亲谁都不放在眼里。迄今为止已经气走了3位老师，而平日里若有需要，可以去宅邸的湖心亭找她。穿过幽深的长廊，打开玻璃门，望向湖中心的小亭，苏菲既紧张又欣喜，因为那里有她朝思暮想的女儿。一时间，她有些不知所措，转身折返回长廊，躲在结满霜花的玻璃窗后，偷偷向外张望。苏菲静静看着那个身影由远而近，心中像打翻了5味瓶一样，不知该以何种姿态去
面对女儿，只能强压下心底的冲动，假装成是出狱时的模样。Who are you? Your new governess. Then bugger away, lady. 眉头微微蹙起，望着女儿骄纵的模样，苏菲总算明白仆人们为何惧怕她了。而那个将女儿宠成这般模样的男人，也很快回到了府邸。苏菲站在窗前，望着女儿熟练地踩在男人身上，脸庞洋溢着甜甜的笑容，她的嘴角也跟着扬了起来。原来刁蛮任性只是孩子的伪装，自幼缺失母爱的安全感，让她只能用这种方式守护自己。至少这孩子享受到了足够的父爱。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苏菲深吸一口气，走下楼梯，闯进了威廉的视线中。而在看清那张脸庞后，威廉脸上的笑意渐渐僵住，随之而来的便是惊愕。因不愿让家人与女儿知晓苏菲的身份，他强压下心底的惊骇，要求即刻辞退苏菲。可这个决定当即被蒙在鼓里的小姨子否决，因为协议规定，辞退家庭教师需要提前1个月通知，并且在通知期内，教师都需要留宿主家。无奈之下，威廉私下找到苏菲，怒不可遏地斥责她违背了2人的约定。为了家族的声誉，他绝不容许此事外泄。而苏菲只能卑微地哀求威廉留下自己，只因他实在无法抵挡对女儿日渐浓烈的思念。他发誓绝不会泄露任何秘密，甚至提出愿意还钱给他。事到如今，无计可施的威廉只得带苏菲去妻子的房间，恳请她在妻子面前起誓守住秘密。 I swear. Now leave us. 就这样，苏菲得以暂且留下，借着这仅有的1个月时光教导女儿。在与莎拉相处的第1堂课上，苏菲远远低估了女儿的性格缺陷。威廉长久的宠溺让她变得极度傲慢，连最基本的社交礼仪都不懂，更容不得任何人触碰她脆弱的内心。她性情孤僻，敏感又自闭，满口污言秽语，想借此把新来的老师赶走。 You're poor, I suppose. Yes? I don't have to do what you say. 苏菲本想推行更严苛的教学方式，可威廉却驳回了他的提议。他想给莎拉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无奈之下，苏菲只得将莎拉反锁在教室里，任凭她哭闹撒野，始终不为所动。很快，听到尖叫的威廉匆匆赶来，他怒不可遏地命令苏菲打开房门。I will not have you treat my daughter like this. Would you ever grow up ignorant and friendless? I'll not have her imprisoned. She cares for no one but you, and so no one cares for her. 见命令不管用，威廉便上前抢夺钥匙。为了女儿能健康成长，苏菲奋力反抗，一把甩开了他。You want her to love you. I want her to be loved. She won't have you forever. 威廉最终还是选择了退让。其实他也明白，女儿的性情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走向了极端。没了父亲的撑腰，莎拉便安静地躺在地上，无声抵抗。她打翻仆人送来的午餐，以此宣泄心底的抗议与不满。可苏菲却丝毫没有动怒的意思。两人就这样饿着肚子僵持起来。莎拉用最刻薄的言语咒骂苏菲，可这位新老师似乎很有办法。I'll murder you. How? With a knife, I'll stab you in the heart. Yes, that would do it. It would. You'll be dead. You'd have to bury me. I won't. I'll just leave you. I'd rot. I'd smell. Serve you right. 不经意间，莎拉看到了苏菲准备的单词卡片，她傲慢地问：“到底要学些什么？”苏菲温柔一笑，取出几张卡片，耐心地讲解起单词来。原本生涩的词汇，在她的绘画和描述下变得鲜活有趣。莎拉渐渐不再抵触，很快便专注地学起了单词。对于莎拉的学习态度，苏菲颇为满意。这天夜里，她走进莎拉的房间，在她的脸颊印下一个吻。苏菲以严苛的方式教女儿做人，却将所有的母爱都深埋在心底。随后的几天里，莎拉一直表现得不错，安心学习苏菲手绘的单词图片。然而好景不长，这天威廉要去外地出差，莎拉紧紧搂着他的脖子不肯松手。最后威廉只能硬起心肠离开。莎拉将心中的不满发泄在苏菲身上，痛骂她不过是个穷酸的下等人。女儿的话刺中了苏菲心底的软肋，她一时气急，将手边的颜料泼在女儿脸上，随即又把另一杯倒向了自己。I'm not a servant. I'm a prisoner. So will you be when you grow up. The day you come of age, the gates will close around you because you are a woman. If you marry, everything you own will become the property of your husband. If you don't marry, every profession will be closed to you but one. And that one is a life of loneliness and humiliation. They lock you up, Louisa. But there's one door they can't lock. They can't imprison your mind. That's why I want you to learn to read. I want you to have your own life.
莎拉忽然安静下来，她读不懂苏菲话语中的深意，可不知为何，望着面前这个神情异常认真的女人，一种与父亲截然不同的暖意漫上心头。从这天起，莎拉像换了个人似的，她一改往常肆意骄纵的模样，开始安安静静地坐在桌前，一学便是一整天。当孤独被一点点填满，莎拉紧闭的心房也为苏菲悄悄推开了一道缝隙。壁炉旁，她告诉苏菲，那个常年卧床的女人根本不是她的生母。 Yes, I know. My real mother's not sick. Where is she? It's a secret. Do you ever see her? Of course, every day. What do you do with her? Just be with her. 这一刻，苏菲才彻底恍然，原来那座湖心小亭正是莎拉安放对母亲无尽思念的所在。可如今，她就坐在莎拉的身边，那份沉甸甸的真相却堵在喉头，一个字也说不出口。苏菲的坚韧与聪慧很快便赢得了所有人的好感，就连前来做客的朋友安德鲁也对她青睐有加。他毫不掩饰自己对苏菲的欣赏，直言希望能与她有更多的接触。威廉听到后，嘴角勉强扯出笑容。 I leave tomorrow. I don't have that much time. You'd better ask her then. 次日，安德鲁找到苏菲，向她袒露了自己的心意，询问苏菲是否愿意成为自己6000亩庄园的女主人。但苏菲却回绝了他的美意，她绝不会为了钱财再次抛下女儿。如今的她早已对这个家有了羁绊。临别时，安德鲁忍不住向威廉流露出困惑，他不解苏菲为何要拒绝自己。朋友的话在威廉心底漾开层层涟漪。7年前那些深埋的记忆一直让他刻骨铭心，可道德的枷锁、家族的荣光、丈夫的责任，无时无刻不在向他施加沉重的压力。这份汹涌的情愫只能深埋心底，虽然精神上可以自我麻痹，但身体里的躁动却骗不了人。无名心火让威廉只觉心头燥热难安。在一个寒冬的早上，他退进衣衫，跃进冰封的湖里，想借此浇灭要将他焚毁的烈焰。可他没注意到，不远处的苏菲正在凝望着他。他下意识抚摸自己的身躯，指尖触到的肌肤下分明也有一团火在灼灼燃烧，而感情一旦破了闸，便如脱缰的猛兽。两人心中热浪翻涌，越走越近。这天夜里，苏菲向威廉汇报莎拉的课业时，话题渐渐从女儿转到了彼此身上。壁炉里的火焰噼啪作响，这个被责任与义务捆缚的男人，潜意识里总在回避那能带来暖意与光亮的炉火，心底疯长的渴望愈发强烈。交谈间，两人的身子越靠越近，彼此的呼吸交错，纠缠在一处。多年来压抑的暗流再也按捺不住，3夜的露水情缘，7年的恩怨纠葛，所有过往都在开始悄然复苏。清晨屋外大雪纷飞，苏菲仰头呐喊，积压在心底的委屈与无奈在这一刻尽数倾泻而出。正当两人的感情急剧升温之际，威廉的父亲回到了府邸，他目光一扫，便看穿儿子与苏菲之间不寻常的牵连。可他没有点破，而是单独叫来了苏菲，接着对他说道： Good for you, Missy. Good for you. You're right, of course. He's my boy. 威廉一直守在门外，见苏菲走出来，两人都没说话，只是静静依偎着，双手食指紧紧相扣。这一幕恰好被远处的莎拉看在眼里，她伤心地转身跑开，又一次躲进了那座湖心亭。苏菲远远望着，心里清楚，女儿又在思念妈妈了。 She pretends she has a mother there. I know, we're all pretending. 望着落入孤寂的女儿，威廉的心里也备受煎熬。他曾纠结过无数次，就这么带着女儿和苏菲远走他乡，抛开一切，不管不顾。可现实终究冰冷，无论对亲人还是家族，他都背负着无法逃避的责任。次日清晨，莎拉推开房门，撞见躺在父亲身侧的苏菲。她没有哭闹，也没有发怒，只是轻轻关上房门，木然地朝湖边走去。这一刻，她觉得父亲丢下了自己，连带着也背弃了生母。莎拉踩上薄薄的冰面，她想跟心里那个母亲说说话，却浑然未觉，真正的母亲就在她身后。 Louisa! Come back! It's not safe! Louisa, don't leave me! 冰面骤然裂开的瞬间，苏菲心猛地一揪，不顾一切朝着湖水扑过去。她忍受着刺骨的严寒，用身体撞开厚厚的冰层，扎进寒彻骨髓的水里，这才把莎拉从险境里拽了出来。回到屋里，苏菲往壁炉中添了些柴火，又给熟睡的莎拉掖好被角。苏菲不知，莎拉其实并未睡着，她静静望着前方正添加柴火的身影，一个大胆的念头钻进了心里。与此同时，因威廉父亲挥霍无度，家族背上了巨额债务，就连这座宅邸也即将被强制拍卖，往后的
的日子里，威廉必须要想办法如何去面对残酷的生活。在这个寒冷的夜晚，威廉跪在妻子床前，他已经在这张床上躺了10年，就像被关在一座冰封的囚笼里一样。威廉曾以为自己会守着他直到生命尽头，可如今家族败落已成定局，他再没能力给这个脑死亡的妻子一个像样的未来，更何况妻子的身体也熬不住再一次搬迁的折腾，种种缘由推着他必须跟过去做个了断。许久以后，他终于下定决心，灭掉了妻子房里常年不熄的炉火，推开窗户，任凭冬夜的寒气涌进屋内，再用发颤的手掀开妻子身上的棉被。Take my beloved wife. 次日，妻子离开了这个世界，死亡原因被判定为是一场意外。所有人都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于他而言，这或许本就是种解脱。而苏菲苦苦等候了7年的爱，也随着这场葬礼的落幕，终于迎来了曙光。但苏菲并没有感到快乐，她认为这一切都是自己的欲望所致。可她不知道的是，威廉对妻子的爱从未变过，而这份爱恰好又在苏菲身上延续了下去。唯有这样，妻子才能得到解脱，他和苏菲也才能如愿以偿。与此同时，心生怀疑的莎拉走进了苏菲的房间，几经翻找后，她打开了位于桌上的日记，而那个大胆的念头也在这一刻有了答案。此时，她终于知道了，原来苏菲就是自己朝思暮想的母亲。 Why did you give me away? I didn't. I sold you. How much for? £500. Is that a lot? It's a fortune. I'm glad it was a lot. 时隔7年，母女2人终于相认，所有的付出和努力都得到了回报。莎拉不停地呼唤着妈妈，每一声都像进了蜜一样甜。自此以后，再没有人能把他们拆散了。故事的序幕在一个冬日拉开，终章也落在同样的季节里。威廉带着苏菲和莎拉踏上了离开的路。这片土地曾是他赖以生存的家园，每一寸都浸透着岁月的温度。如今选择转身，或许有太多不得已，但他心里清楚，只要家人还在，家就永远不会散。那些砖瓦构筑的宅邸，不过是用来安放家人与生活的躯壳罢了。载着简单行囊的马车碾过雪地，留下一道蜿蜒不绝的折痕。他们告别了那座被白雪裹住的冰冷城堡，未来等待他们的将是一个温馨的家。所有的结束都是另一种开始。妻子的离去不是悲剧的终章，而是对无意义禁锢的和解。庄园的变卖不是落魄的象征，而是剥离虚荣后对生活本真的回归。所谓永恒，也从不是契约或责任的捆绑，而是2个灵魂在认清生活的荒诞后，依然选择一起走向下一站的坦诚。